2020年3月20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云南玉溪最大水电项目宣告停止，起因竟是为了保护当地稀有的绿孔雀。早在2017年，云南绿孔雀案件就已开始审理。为什么这几百只绿孔雀就能让浩大的工程就此暂停？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云南省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云南嘎洒江1级水电站被宣告立即停止相关工程建设，不得砍伐植被，不得私自截流蓄水，如果再有违规行为，需要负法律责任。直到2020年，过了3年时间，云南绿孔雀案才算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结果。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事情要追溯到2013年的11月，云南孔雀案的重要证人顾伯建。那时他还只是中科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那一年他本来是在西双版纳地区进行寄羽林植被研究，但由于平时对鸟有些爱好，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考察一下当地的鸟类生存状况。适逢他在外考察，云南的一位老乡为他递来了一枚孔雀羽毛，他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孔雀在我国是1级保护动物，而且被列为极危物种。中国现存的绿孔雀记录在内的也不过235到280只。一想到新平县也有绿孔雀出没，他就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一旦新平县的绿孔雀能够得到证实，那么我国的绿孔雀现存数量也许就能继续增加，甚至可以达到500只。通过和当地村民聊天和交谈，顾伯建了解到新平县的老人在幼时上山时经常会看到绿孔雀出没，有时在山上还会捡到孔雀蛋，然后带回家里养。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绿孔雀的数量慢慢的开始减少。在和当地百姓交谈的同时，顾伯建还在当地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实地考察。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考察并未有较大收获，顾伯建并未找到村民口中的绿孔雀。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7年，彼时他再次赶往新平，希望可以找到证明绿孔雀存在的证据。就在2017年3月10日的傍晚，红河谷旁，顾伯建亲耳听到了绿孔雀的鸣叫，激动已不足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终于在2017年的5月，当他在红河谷的林间考察时，见到了一闪而过的绿孔雀踪影。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己朝思暮想了3年的绿孔雀。不幸的是，在2014年，云南省红河干流的嘎洒江水电站通过了国家环保部的审查，这就意味着绿孔雀的生存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但该水电站的建设方新平公司在他们的环保报告中并未提到这一点。在报告中，新平公司指出，红河谷库区电力供应紧张，该地供应的电力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如果建设水电站，不但可以满足电力需求，还能发展航运和旅游业。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的确
每一个物种都是维持地球运转不可缺少的一环，一旦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将要面临无法承担的灾难。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一只峨眉山猴子曾将一名女游客推下山崖，为了让猴子们得到教训，景区只得枪毙猴王来震慑猴群。这个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道出了峨眉山猴子的嚣张和凶残，也表现出了很多人对于景区野猴的厌恶和无奈。那么的塑料。
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2011年春天，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明星培培把动物园上下搞得头疼不已。为了他减肥的事，园长甚至找到了当地媒体帮忙刊登他的事迹，寻求社会的帮助。直到一只雌猩猩的到来。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培培是云南野生动物园里刚来不久的唯一一只红毛猩猩。刚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清爽的大男孩，身材保持得很好，体重刚好160斤。然而不久之后，却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飙升到200多斤，长得比猪还快，把负责照顾他的饲养员李康兰都惊呆了。虽说动物胖一点，在我们眼中可能还显得比较可爱，但是和人一样，太胖了容易患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各种疾病。培培的体重突然飙升到一个不正常的数值，让园长十分担忧。红毛猩猩是濒危物种，本来就数量稀少，十分珍贵，而云南野生动物园就这么一只，肯定就更得好生喂养了。他们时刻关注它的身体是否健康，以防出什么问题。为了照顾好培培，从他一来云南野生动物园开始，园长就把经验丰富、优秀能干的饲养员李康兰安排去照顾他。根据兽医的建议，眼下李康兰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帮助培培减肥，这可把他难住了。因为在此之前，李康兰主要负责饲养的是丹顶鹤和小熊猫，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动物需要减肥的。哎呀，我束手无策，没办法。李康兰无奈地笑着说。正如他所说的，培培的食谱是没有问题的，他每天吃的都是由动物园的营养专家根据红毛猩猩的生长习性和特点特别配置的健康餐。李康兰根据这些科学的食谱，细心准备食材，严格按照配比，一样一样的进行精确称重以后才会给培培吃，每天定时定量，绝不会多喂一口。可培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胖了，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李康兰陷入了沉思。食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吃的都很素，主要是苹果、番茄、竹笋这些蔬果类的东西，难道要从削减饭量入手吗？正当李康兰为培培怎么吃有利于减肥而发愁时，他突然注意到了培培笼舍周围的异象。这2个月做清洁打扫的时候，塑料瓶、食品垃圾袋变多了。平时园里也会出现一些垃圾，因为动物园里游客很多，人流量大，留下一点垃圾也是难免的。可为什么最近这些垃圾的数量会突然成倍增多呢？而且都散布在离培培很近的地方。李康兰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游客们站在围观台周围，挥舞着手臂和培培打招呼，而培培安静地盘坐在他的小木板台子上看着他们，像一个乖巧的小孩。李康兰守在旁边，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不仅是塑料垃圾变多了，笼舍周围还时不时发现了一些没吃完的食物，而这些食物都不是李康兰喂给培培的，也就是说，肯定经常有游客给培培投食。今天他一定要逮到培培偷吃零食。大半天过去了，却完全没有看到有游客向培培投食。李康兰正感到疑惑时，培培的异常表现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要李康兰守在一旁，他就安安静静、没精打采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时不时的2只小眼睛滴溜溜地往旁边转，偷偷看一眼饲养员妈妈走了没有。李康兰只好假意离开，然后躲到旁边暗中观察。没想到看到他走了以后，培培立马爬了起来，生龙活虎地和游客们互动。随后李康兰终于看到，原来培培都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动起了他聪明的小脑瓜，引得游客们向他投食。他的智商高嘛，有时候会搞一些小动作嘛，像勾勾手指头啊之类的，然后像眨眨眼睛啊，这些行为嘛，就引起游客的好奇嘛，然后他们觉得好玩，然后就投给他一些东西了嘛。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李康兰就搞了块牌子，写上标语提醒大家不要投食。但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因为培培实在是太机灵，太会讨好人了。只要看到游客手里有吃的，他就开始耍宝卖萌，想尽一切办法让人丢零食给他解馋，搞得大家实在把持不住。可是除了继续从游客这边想办法，李康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当游客把吃的丢进去以后，他也无法到里面去拿，
只能任由培培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吃下去。眼看着培培的体重一直增长，越来越胖，他不能放任着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只好苦口婆心的每天在游客旁边劝说他们不要给培培投食。而在他的努力下，游客们也理解了这样的做法对培培有多大的危害。渐渐的，投食的游客越来越少了，李康兰终于松了口气。但是培培却不高兴了。培培知道是李康兰一直在阻止游客给自己扔吃的，所以他经常在康兰妈妈面前表现得乖乖的，希望她信任自己，不要一直在附近看守。李康兰岂会看不出来他这点小心思？所以他总是假装离开，然后躲在旁边。每当培培开始嗨起来，差一点就要向游客讨到零食时，他就突然出现，及时阻止。在这场零食争夺战中，李康兰也略有小胜的时候，但培培也不是吃素的。他拿着一袋瓜子在上面逗培培，培培伸手讨要半天得不到，居然气得朝他吐口水，那模样活像个淘气的小孩子。不仅如此，为了报复李康兰老是坏他的好事，他会在喝完他给的水以后，在瓶子里装满自己的尿。晚上回来以后，坐在门槛上堵着门，不进去也不让李康兰把门关上，又皮又倔，让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正当李康兰还在愁培培减肥成效不大的时候，红毛雌猩猩拉特的到来，让事情的发展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出于繁殖的考虑，云南野生动物园又引进了一只名叫拉特的红毛雌猩猩。原本就是园里特意为培培找的女朋友，但见到拉特的第一眼，培培就迅速坠入爱河，化身舔狗的行为还是让大家惊讶不已。他时刻黏着拉特，拉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像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为了追求拉特，培培费尽了心思。吃饭的时候，他会让拉特先吃，等拉特把好吃的吃完了，他再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因为爱情，他是吃不好也睡不好，着急上火，担心拉特不喜欢自己。没想在短短几天内就意外的瘦了很多斤，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吗？天之人啊，他也知道，然后他还老老邋遢，好像感觉是骑象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跟人真的是太相近了。在培培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拉特这个高冷女神也被她的真诚所打动了。她接受了培培的求爱，两星就这么过上了幸福的夫妻生活。可惜还没甜蜜多久，大家竟突然棒打鸳鸯，将他们分开了。这是因为拉特怀孕了，这对培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也是个坏消息。为了给拉特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生下小宝宝，园里决定将他们夫妻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拉特被安排住进了与培培只有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因为太想见拉特，培培每天趴在那堵墙下面的铁门上敲呀敲。见不到爱妻，他很着急也很失落，整日郁郁寡欢的样子看起来特别心酸。因思念成疾，培培开始放飞自我，他恢复了之前找游客要零食的陋习，然后暴饮暴食，化思念为食欲，结果体重迅速反弹，甚至比之前最胖的时候还要重。无奈的李康兰只好又开始了他的减肥计划。培培偷吃零食的恶习真是防不胜防，实在管不住。李康兰心想，既然管不住嘴，那就迈开腿吧。他决定开始督促培培运动减肥。可是培培比猪还懒，能坐着就绝不站着，能趴着就绝不坐着，怎么可能如他所愿动下来呢？李康兰在那边连蹦带跳的指挥培培做健身操，培培全当耳旁风，头都不带扭一下的。丢进去给他运动的篮球等各种运动器材，居然被他当作吃的咬成了稀巴烂。实在没办法了，动物园甚至把培培减肥的事刊登了新闻，向全昆明市的市民们征集点子，帮助培培减肥。这引起了大家极大的热情，纷纷来信分享减肥建议。可惜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虽然培培的减肥大事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不得不说，他真是一个浪漫的好丈夫。每当得到什么自己觉得比较新奇的好东西，他就会马上去和拉特分享。见不到拉特，进不去那道门，但他会默默地守在门外陪着拉特，把最好的浪漫给他。不过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星星宝宝的降生会给培培带来那么大的改变。本来十分堕落，完全无心减肥的他，在儿子降生后，竟然给自己找到了一项新的任务，给孩子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他在李康兰的训练下，开始自己打扫房间、清理垃圾。除此之外，他也渐渐开始活跃起来，锻炼身体，
不再像以往那样消沉。培培的体重终于慢慢的降了下来。每天从自己的笼舍里出来后，培培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老婆孩子的房间外，趴在门缝那里看他的爱妻和宝贝儿子。因为小宝宝还很娇弱，所以他们暂时还不能见面，但不用等太久了。再过几个月，拉特和宝宝就能从温室里出来，他们一家3口就能团圆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在安南山脉的阔叶林里，出现了一头罕见的动物。它像牛也像羊，浑身遍布茶褐色的短绒毛，紧紧贴合在肌肤上，像缎子一样顺滑。最显眼的还是它头上那一对长长的笔直的尖角，这让它们看上去很有攻击性和危险性。这个罕见的动物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称号——亚洲麒麟。那么，这个亚洲麒麟和麒麟有什么关系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古书记载，麒麟身似麋鹿，狮头虎眼，龙尾马足，头有一角，角端生肉，性情温和如牛。也就是说，麒麟的身体像麋鹿，头像狮子，眼睛像老虎，有一条龙尾和4条马腿，头上只有1个角，而且上面还长了肉，性情和牛一样温顺。后来，麒麟形象便更多地掺入了古代人民的想象。后期的麒麟身着鱼鳞，头生鹿角，蛇相，鹰爪牛耳，更像是陆生的龙。根据这些特征来看，麒麟被称为4不像都不足以说明它的奇特，简直可以被叫做千不像、万不像。要是拿生活中已知的动物去和它进行对比，肯定没有一个能对上号的。因此，大家普遍认为麒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生物，而是把当时已经存在的某种奇特生物作为原型，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所以，亚洲麒麟并不是麒麟，那么它有可能是麒麟的原型吗？首先，亚洲麒麟和麒麟一样非常罕见，它们一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很少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直到1992年，这种精灵的身影才首次出现在现代生物学家的视野下。因为它的长相既像牛又像羊，是以往从未见过的新物种，所以很快被学术界所重视。又因为其种群数量极其稀少，专家估计现存的亚洲麒麟不超过200只，因此科学界无法对其进行细致的考察，许多资料也只能通过探访当地的民众得来。据曾经见过亚洲麒麟的村民说，这种动物头上长了2只几乎一模一样的角，从侧面上看就好像是独角一般，这一点和古书记载的麒麟倒是有些相似。从身形来看，亚洲麒麟也确实和麋鹿相似，毕竟它们都属于偶蹄类动物。凭借和麒麟在某些地方的撞脸，它们才被冠以亚洲麒麟这样一个称呼。那么它到底是什么物种呢？这种被称为亚洲麒麟的动物学名叫中南大羚。由于它们是在越南武广自然保护区发现的新型哺乳动物，所以也被叫做武广牛。从这2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它其实和牛羊的关系更近一些。中南大羚平常生活在半山腰上，海拔500米左右的雨林当中，凭借着类似于山羊的蹄子，它们能够轻松地在丛林的绿叶伞盖之下穿行，时而蹦蹦跳跳，时而板着那张布满白色腺体的山羊脸，警惕地看着四周，随后又像精灵一般窜入山林深处不见了。中南大羚的栖息地会随着季节更替而有规律的变化。夏季时气候炎热，它们就会去到气候相对凉爽、湿润的高海拔地区；而到了冬季，它们又会转移到相对更温暖的山谷中居住。而它们身上的毛发也会随着季节不断变化。在夏季时，它们的皮毛只有薄薄的一层；冬季时，颜色会逐渐加深，绒毛逐渐变长变多，为即将降温的冬季做好准备。不过，由于当地的冬天不是特别冷，所以它们的毛发并不会像狮子的鬃毛那样夸张。茶褐色的整体外观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与雨林地表的腐殖质融为一体，但臀部和头部周围的白色条纹又成了辨认它们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些白色条纹并不是皮肤病，而是和它们的食物有关。中南大羚的主要食物是龙脑香科、桑科和天南星科的植物。这类植物和麝香类似，
能够促进动物体内腺体分泌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糊状液体，这和猫科动物用尿液标记领地的方法类似。只不过中南大羚会用这些分泌物来防止迷路，或者与同伴进行信息交换，主要作用大概是为了躲避天敌。除了想办法躲避猛兽，中南大羚身上还有一副盔甲和武器用来自保。它们颈部的皮肤相当粗厚，最厚的地方能达到5厘米，就算是稍大型的猎食者也不能轻易咬穿它的器官。它们皮肤内部包裹的颈部肌肉也相当发达，可以看到它的脖子非常粗壮，这是为了抵御外敌，保护颈椎在撞击中少受伤而长期进化的结果。如果是面对避无可避的战斗，它们必须主动出击，求得一线生机。这时，它们头上那一对长长的尖角就会像长矛一样狠狠地刺向猛兽脆弱的肚皮。尽管具有对抗猛兽的矛和盾，但是中南大羚的数量仅有不到200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把它们和麒麟联系了起来。麒麟的形象与中南大羚相比，还是有一定相似度的。譬如说，它的头部，麒麟头似羊，中南大羚不仅头像羊，叫声也像羊一样，都是咩咩的声音。麒麟的牛尾和鹿身就更不用说了。中南大羚的身体与鹿相似，皮毛颜色虽然深一些，但体型基本相同。唯一不符合麒麟特征的是尾巴。中南大羚的尾巴很短，几乎看不到，而据说麒麟有一条和龙一样的长尾。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发现，亚洲麒麟虽然和麒麟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却并不符合我们对麒麟的认知。对于麒麟的原型，不少学者都有自己的猜测。不少人认为神话传说中的麒麟更像是四不像，也就是麋鹿。麋鹿作为中国这一块大陆的老街坊，一直和人们作伴，在距今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而它们在中国数量的迅速减少，就是从距今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开始的。当时人口大量增长，人们对自然界的索取也越来越多，豺狼虎豹打也打不过，吃也不好吃，禽类会飞，两栖类又会水。麋鹿即便是在发情期，也不主动与人为敌，性情温和又跑得慢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猎杀的主要对象之一。到汉代时，麋鹿的数量就已经很少了，因此才成为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生物。就外形来说，麋鹿更是与早期的麒麟相似。麒麟着鹿角，羊头牛尾，身披鳞片，而麋鹿喜欢潮湿的沼泽水域。它们身上的毛发被水浸泡后，在阳光的照射下，确实有可能像鳞片一样闪闪发光。年老的麋鹿如果生了胡须，更是与传说中的瑞兽相似。另外，还有一种猜测认为，长颈鹿才是麒麟的原型。首先，我们来看外形是否相似。长颈鹿全身遍布褐色和黄色斑纹，乍一看还真像鳞片一样附着在身上。然后是脚和尾巴这两个部位，在描述麒麟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是听上去最奇特的。脚上长肉，尾巴像龙尾，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动物符合这两个特征了。但是长颈鹿恰好能够对上。长颈鹿的脚并非一般牛羊那样黑色的尖角，而是圆润的肉色软角，最符合脚上长肉的特点。同时，它们的尾巴细长，末端有一撮蓬松的长毛，也与麒麟的形象相似。唯一值得怀疑的是，长颈鹿生长在非洲，古代的中国会有长颈鹿吗？回到亚洲麒麟这个称呼上来说，人们之所以给它冠上这个称号，或许只是为了把祥瑞寄托在这种动物身上，而并非真的是因为它和麒麟有多大关系。麒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云南省保山市龙林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滇西边境上的野生动植物王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它的总面积达到了5805公顷，其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1.4%，森木蓄积量达到了132万立方米。如此优选的生态环境里，自然隐藏着很多珍稀动物。除了3年连续打卡云南东陵的2级保护动物灰鹤，似熊非熊的熊猴，正在觅食的冠斑犀鸟，像青花瓷素般的斑鱼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在2021年12月7日，
技术人员收集整理红外相机视频时，还发现了一个长相奇特的野生动物。似乎他发现了架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观察了一下四周环境安全后，抬起蹄子凑近凝视镜头，随后便悠哉地离开了红外相机的检测范围。这段视频只有简短的9秒，但是把这个动物拍得非常清晰。它有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浑身乌黑发亮的毛发，四只蹄子膝盖处都有一块棕色斑纹，头上长了一对犄角，顶着一张像驴的脸。由于实在难以辨认，我们暂且称之为山驴子。山驴子是什么动物呢？像羊也不像，像鹿也不像，像驴又长了犄角，像牛又长了驴耳朵，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神农架的不明生物驴头狼。据听说，驴头狼也是长得十分怪异，还能发出驴的叫声，它还有一个俗称叫山混子。但是驴头狼除了目击者的亲眼目睹之外，并未有任何影像资料证明驴头狼是真实存在的物种。而且自1988年2月16日，红河村村民最后一次看见驴头狼蹲在雪地，直到现在没人再看到过它的身影，驴头狼就此销声匿迹。奇怪的是，不管从村民描述的驴头狼样貌、体型还是特征，都像极了此次云南龙陵出现的山驴子。难道山驴子就是驴头狼？可这似乎也说不太清。根据村民描述来看，驴头狼会猎食家禽，攻击人类。可视频中出现的山驴子一脸呆萌，不像是食肉动物。难道经过30多年的演变，驴头狼和其他物种繁殖，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但这似乎也不太能说得通。驴头狼的目击地址和袭击事件均发生在湖北，而此次被拍物种是在云南东陵，这中间相隔1000多公里，不大有可能会翻山越岭来到云南生存。那山驴子到底是什么呢？经过专家多方比对，发现这正是我国的国宝，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因为这种奇特的长相，它还被称之为四不像。山驴子的身上有明显的4个动物特征，并且与牛、鹿、驴、羊4种动物似像非像，所以被称为四不像。在《山海经·北山经》中也有所记载，它一般可以长到85到140千克，肩高90到100厘米，脖颈到背部都有一条长鬃毛，身体毛发呈现黑灰或者红灰色，四肢粗短，喜欢独来独往，并且分布范围也比较广。除了在中国的青海、广东、云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地出现，在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地均有它的身影。山驴子经常出没在海拔1000到4000米的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或多岩石的杂灌林。它有着独特的迁徙习惯，夏天会待在高海拔的峭壁区避暑，到了冬天就会转移到低海拔的森林区，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而且它也不挑食，除了青草、嫩枝、树叶都是它的食物之外，它还特别喜欢吃蘑菇菌子。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菌子的种类繁多，山驴子在这个地方可以尽情享用这种美味。因为食用了大量的植物，需要补充盐水才能维持身体健康，它还会到盐渍地舔盐水。但是它的胆子特别小，脾气特别大，不喜欢被打扰，稍大的动静就会被吓到，看见人类会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如果被人类强行抓住，很可能会因为害怕惊惧而亡。所以正常情况下，山驴子只在早晨和黄昏的时候活动觅食，基本上其他时间段很难捕捉到它的身影。山驴子的行动速度非常快，能在乱石和峭壁上健步如飞，这全是依靠它那双灵活的蹄子。它蹄子上的角质层富有弹性，能够帮助它增加地面的附着力，加上副蹄的辅助，能够牢牢抓住地面，轻松地在乱石间跳跃。
在2021年新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山驴子被归类为2级。而在此之前，国家早已对保护山驴子付出了行动。人类的农业种植地与山驴子的活动途径并不冲突，按照它的习性和生存条件，它应该能够很好的自我保护。但是在我国数量却愈发稀少，还被列为重点保护动物。其实最主要的还是2个原因，首先就是山驴子遭到了大量的猎杀，人类成了它最大的天敌。山驴子不像狮子、老虎具有强大的攻击性，加上它的角可以制作工艺品，体型又比较大，肉质比较多，一度成为盗猎者最喜欢的猎物。除了枪杀、下药，盗猎者还会在森林各处安装捕兽夹。山驴子觅食活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踩到陷阱，无法挣脱，只能孤立无援地等待盗猎者的猎杀。其次就是栖息地减少，生存环境遭到了破坏，人类活动途径变大，大量的树木被砍伐，河流被污染，山驴子被迫迁往森林深处。而山驴子又是单独或者小群生活，迁移也让山驴子之间很难碰面，加之数量的稀少，山驴子也面临着繁殖困难。不过好在国家愈发重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耗资巨大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而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建立了山驴子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它的栖息地，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安全的生存。接着严厉打击违法盗猎者，减少人类对山驴子的伤害，呼吁民众爱护保护野生动物，做到不食用、不伤害，使山驴子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近年来，山驴子也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通过红外相机检测，各地均有山驴子的身影。在2017年11月8日，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助了一只滑落水电站的山驴子。2019年8月22日，一只山驴子误闯农民家中后被放归自然。2020年11月，云南高黎贡山红外相机拍到黑熊追赶捕杀山驴母子。虽然山驴子可能凶多吉少，但也预示着我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山驴子的频繁出现也激发了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让人们看到保护的成果。这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还是我国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呈现。希望在未来，一只山驴子在你旁边悠闲地吃草，你也不觉为奇。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斑马被豹子或者其他肉食动物追击捕杀的场面。大多数情况下，斑马最后都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然而，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斑马时速可达60到80公里，它不仅跑得快，而且耐力也很好。那些不幸被捕食的，不过是群体里的老弱病残罢了。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斑马主要生活在非洲，它们是由400万年前的原马进化而来，目前分为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3个类别。平原斑马又叫草原斑马和普通斑马，是目前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类。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的非洲大草原。它们长期被肉食动物捕猎，在逃亡过程中会不断地提高奔跑速度，是长跑的一把好手。它的身长在2米到2.4米间，肩高在1.2米到1.4米之间，平均体重可达350多公斤，是体型相对较大的一类斑马。它们喜欢群居生活，会因为缺少食物而进行迁移。山斑马数量较少，体型相对较小，身高只有1.2米。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的西南部山地地区，在山林中群居生活，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在外出觅食时，它们有领队和哨兵，领队负责带领队伍寻找食物，哨兵则是观察四周的情况，稍有不测就会立即提醒队友逃跑。山斑马是最早被人类命名的斑马，但它并不适合驯养，因为它的体型太袖珍了。细纹斑马又叫格氏斑马和狭纹斑马，
是人类最晚发现的斑马，直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在1882年赠送给法国总统格雷维一匹细纹斑之后，它才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它叫格氏斑马的由来。它的肩高在1.4米到1.5米之间，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斑马，主要活动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部至肯尼亚北部。细纹斑马最大的特点是条纹细长而密集，它和山斑马一样，数量稀少，属于濒危物种。除了山斑马体型较小，不适合驯化外，平原斑马出色的长跑表现和细纹斑马强健的体格都很符合驯化的条件。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了，那么斑马跑得快，续航能力还强，而且力量也比一般马更强劲，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它驯化为人类所用呢？在这里，熊探长就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人类驯马的历史。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人类驯服野马已经有5500多年的历史。考古人员曾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博台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马骨和带有马奶脂肪酸的陶瓷残片，这些马骨周围还有大量马的粪便，这些粪便是马被长期圈养的有力证据。专家认为，陶瓷上马奶脂肪酸可以证明当时的人有喝马奶的习惯，而那些被圈养的马并不是用于骑行，更多的是给当地人提供肉类制品。博台文化遗址是目前为止最早发现人类驯马的遗址，所以也有人说中亚是家马驯养的发源地。我国最早发现家马的骨骼是在黄河上游，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了随葬的马骨。我国随葬文化中一直有随葬仆人和家畜的习惯，随葬马骨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驯马文化至少有3700多年了。博台文化遗址和大河庄遗址的发现，说明人类驯化野生动物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人类是什么时候产生了驯化斑马的念头呢？斑马生活在发展较为落后的非洲，非洲原住多以狩猎的原始方式生活，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搬运大量的东西，训练斑马没有意义。最早训练斑马的时间是15世纪，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后，把他们的骏马也带到殖民地，本想在非洲大草原上驰骋千里，但由于当地气候干燥，许多马不适合当地的环境。因为非洲还有一种叫彩蝇的害虫，它在叮咬马的过程中会传播锥虫病，这种病起初会让马昏睡不醒，最后直接死去。许多欧洲马就这样在非洲消失了。这时殖民者就把目光放在了非洲的斑马身上，他们发现斑马不仅能抵抗住蚊虫的叮咬，而且跑得快，重点是斑马身上的纹路很特别，让他们觉得很新奇。其实斑马特别的纹路不仅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而且还起到了保护作用。首先，这些条纹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的光线不同，会把周围环境与斑马的形态形成一个模糊的景象，这样可以减少斑马被天敌发现的几率，这样就达到了保护作用。另外，斑马黑白相间的条纹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日本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到6头奶牛，给其中的2头奶牛涂上白色条纹，剩下4头中2头涂黑，2头保留原始的颜色，然后观察它们被牛蝇叮咬的区别。在长达数小时的观察中，他们发现所有的牛都会被牛蝇叮咬，但是画着白色条纹的2头牛被叮咬次数不到剩下2种的一半。因此科学家们认为斑马条纹可以避免50%的蚊虫叮咬。也正是这样的条件让斑马备受欧洲人的青睐，他们认为所有动物都是可以被人类征服的，斑马也不例外。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征服都需要时间。要知道，人类祖先驯化家畜家禽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的家畜要在圈养的基础上繁衍很多代，其身上的野性才能逐渐消失，慢慢的才能驯化成功。比如猪就要在圈养10代以后才会慢慢的消除野性。而且驯化那些动物的时间较早，那时候的人没有时间观念，不懂效率，耗费时间的长短他们可能也不在乎。但15世纪的欧洲人不一样，他们追求高效率，想快速驯马成功，以这样的方式驯马必然是失败的。其实驯化斑马失败，除了人为原因以外，斑马自身的性格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斑马十分容易受到惊吓，长期生活在大草原上，
它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都有明显的感知。这样的性格特征在驯化过程中是很麻烦的，稍微有一些呵斥声，斑马就开始狂奔，而且不分方向，这样就加大了训练的难度，而且在训练过程中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其次，斑马的脾气十分暴躁，在险恶的非洲大草原能生存下来，斑马也有一技之长。在斑马遇到危险或是发怒时，它就会使出它的绝技后踢腿。在驯化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它就会重重地踢上一脚，这是常人不能承受的力量。就算是狮子被踢后，都会致使下颌严重骨折，甚至当场死亡。不仅如此，斑马没有家族意识，这也是难以驯化的原因之一。斑马的群体生活只是为了抵御敌害和获取食物。牛之所以能被驯化，是因为你只需要把牛家族的首领搞定，剩下的牛就会臣服。而斑马因为长期在野外生活，经常会遇到天敌，即使首领不幸遇难，剩下的斑马也会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它们只能被单个驯服，而且不能被驯化为家畜，为人类所驱使。还有，斑马的叫声十分扰人，在训练过程中经常会发出怪叫声，而且把它逼急了还会咬人，死死咬住不放。这样桀骜不羁的性格增加了驯化斑马的难度。在非洲驯化受阻后，殖民者把斑马运送到欧洲训练。英国有位叫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人还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壮举。他是英国有名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他曾驱使4匹小斑马拉车在英国街道上招摇过市，一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部分人误认为斑马已经被人类驯化了，但其实他驾驭年幼的斑马是因为自身力量不足，短暂的服从于人类。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大到能反抗人类，斑马的野性也会随之暴露出来。斑马驯化未成功，除了以上2点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出现了极端的驯马方式，漫长的驯养过程，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在上世纪70、80年代，津巴布韦国家公园还曾尝试训练斑马用于耕地和运输，但因为结果毫无进展，训练方式也极不人道，最终被迫放弃了。美国一位叫谢伊英曼的少女对斑马很感兴趣，她自己也饲养并训练了一只斑马。据她所说，斑马的保持信息能力不如家马，而且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最终在她耐心的训练下还是成功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例子就觉得斑马被成功驯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欧洲殖民者对斑马耐心些，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连驯养的家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训练斑马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斑马不能被人驯服，更多的是成本太高，不值得花费精力。人类作为地球的最高主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斑马也是自然界的一员，为何不一视同仁看待呢？它们也有自己的天性，一些不合理的驯化致使它们天性泯灭，对它们不是一种摧残吗？你们觉得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你要问我世界上最蠢的动物是啥，我还真不敢确定。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动物，竟是凭借蠢而活到了现在。它是东北第一神兽，也是世界上最蠢的6种野生动物之一。猜到是什么的观众，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打出它的名字。大家好，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种动物学名东方狍，也叫西伯利亚狍。可能说学名大家都不熟悉，但是说俗称你们肯定知道，它就是傻狍子。今天熊探长带大家一起看看咱这国产神兽能傻到什么程度。狍子第一傻，屁股开花。所谓屁股开花，是因为狍子尾巴内侧是白色，受惊后毛会翘起，也就是炸开，从而变成一个白屁股。狍子受到惊吓后，首先就会表演这个屁股开花，然后站在那里愣愣地思考一会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不要逃？最后才行动起来，跑。这反射弧长的让很多人直呼被蠢哭，但其实这是很多种鹿科和羚羊类动物都有的行为特征。白屁股的作用不可小觑，那它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就是警示和迷惑的作用。习惯于群体活动的狍子在遭到猎豹或豹的攻击时，通过翘起毛，把一堆白花花的屁股往那儿一放，来迷惑天敌的视线。第二个是视觉引导的作用。狍子本身视力就不好，再加上森林环境里面树多草多雾气多，阻挡视线，
因而白屁股就成了一个极佳的信号灯，引领着幼崽跟在雌狍子后面走。狍子第二傻，狍避挡车。狍子总会顺着车的灯光跑，而不知道会被车撞死。这其实不是因为狍子傻，只能说动物们的进化赶不上人类科技的发展。狍子很难理解汽车这种东西，更无法将汽车和人甚至死亡联系起来。尤其在夜间，汽车的灯光作为照明工具，更会吸引狍子走在它前面。同时，这也是狍子好奇心强的表现。蠢萌的狍子有着极强的好奇心，遇到没见识过的东西，一定会停下来瞧瞧。要是猎人设置一个新型陷阱，那可真是一逮一个准儿。狍子第三傻，掩耳盗铃。狍子被猎人追赶时，会把头埋进雪里，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这实属动物界中的掩耳盗铃，真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作为一种有蹄类的食草性动物，狍子体力消耗很快，需要不断进食来保持热量和体力。而狍子的天敌主要是豹、猞猁、虎等大中型猫科动物，这些短跑冠军不善于长途奔袭，猎捕时间短，一击不成就会放弃捕捉。所以狍子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但是猎人有汽车的辅助，只要猎人一直保持跟踪追捕，狍子就无法进食，只能一直跑，这样体力必会透支，最后一下子倒在雪地里动弹不得。其实不是狍子傻，而是人类的科技战胜了他的弱点。狍子第四傻，自投罗网。如果第一枪没有打中狍子，也不必担心，因为狍子不仅不会趁机赶快逃跑，反而会主动跑回来送人头。遇上这么傻的物种，猎人得高兴坏了。但是这看似憨傻的行为，其实和狍子的生活习性有关。狍子在山里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场所，一般它都会在这个场所内觅食休息。尤其是冬季，狍子为了避寒取暖，不得不精心选取避风的区域，在厚厚的积雪上刨窝。它们不愿意放弃好不容易找到的家，所以当它受到惊扰，甚至被猎人袭击时，都不会跑得很远，而只是暂时出去避避风头，到了他认为安全的时候，再回到自己的小窝。其实熊探长觉得狍子一点儿也不傻，甚至还觉得它们挺可怜的。毕竟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作为欧亚大陆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中型鹿，单纯靠傻是不可能苟到现在的。除此之外，为了生存繁衍，狍子还进化出了许多超能力，最强大的就是胚胎治愈。通俗点讲，就是胚胎在母亲肚子中暂停发育，因为狍子的妊娠期长达10个月，这意味着狍妈需要带着身孕熬过一场寒冬，而寒冬中食物的匮乏必会严重影响胎儿发育。于是狍子妈妈就让肚子中的狍子宝宝暂停发育，等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初春，食物有了保证，再让狍子宝宝继续发育，然后顺利出生。小幼狍在出生时身上就带有白色斑点，这是一种伪装色，用来混淆天敌的视线。毕竟幼狍行动力不强，遇上天敌跑是跑不过，只能用藏的办法来提升存活率。随着幼崽成长，这些斑点最终会褪去，周身变为褐灰色。在现存的有蹄类生物中，只有东方狍、西方狍这2种狍子有胚胎治愈的能力，这也是可怜的狍子为了繁衍生存最后的倔强。所以无论是屁股开花、狍避挡车，还是掩耳盗铃、自投罗网的自杀式操作，都有其自己的内在原因。也许我们人类真的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对有些动物的偏见，不能用我们的价值观衡量其他生物的生活方式，片面的给狍子盖上一个傻的印章。这恰是说明了我们对它们习性的不了解。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因为万物有灵嘛。听了熊探长的解释，你还觉得狍子傻吗？欢迎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的观点。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动物，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对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帮助。